印度2024大选将近，印度总理莫迪及其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正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宣扬其执政业绩。外界看到，过去的2023年，印度的确交出了一份丰富的成绩单。人口预测世界第一，经济增长好于预期，股市全年大涨，全国上下一片欢呼。不过，华丽的包装背后仍然有不少无法忽视的问题。印度仍然是以服务业主导经济、制造业较为弱势的国家。其实，莫迪从2014年其第一任期开始就大举布局制造业，推出雄心勃勃的印度制造战略。那么，莫迪推行印度制造计划10年，印度制造业究竟达到了什么水平？印度要成为下一个制造业大国，究竟还要突破哪些困境呢？一起来洞察关键。当地时间3月16号，印度宣布2024年全国大选将从4月16号至6月1号举行，6月4号开始计票，并于当天公布计票结果。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显示，此次投票将分7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持续1天，期间约9.7亿名印度人将选出543名议员进入议会下院，任期5年。印度选举委员会称，这次的大选将有超过100万个投票站投入运作，并有1500万名投票站工作人员负责管理。媒媒分析认为，由印度国大党领导的反对联盟目前已4分5裂，无法撼动莫迪领导的人民党地位。莫迪或将在此次大选中迎来第3个任期。现任印度总理莫迪在2月7号的印度国会讲话中宣称，他不仅将在大选中轻松获胜，他的第3任期也将塑造印度1000年，反对派将会在反对席坐很久很久。莫迪还特别提到，他将在第3任期使印度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实际上，2023年8月15日，印度举行的第77周年独立日庆祝活动中，莫迪就在洋洋洒洒长达1个半小时全国讲话中誓言，在未来5年内实现5亿伦比的增长，目标指向在接下来5年期间晋升全球第3大经济体，并在2047年庆祝100年独立之际实现成为发达国家的宏大愿景。सिद्धि में भी परिवर्तित करना है और 2047 का जब तिरंगा झंडा फहरेगा तो विश्व एक विकसित भारत का गुणगान करता होगा। इसी विश्वास के साथ, इसी संकल्प के साथ मैं आप सबको अनेक अनेक शुभकामनाएं देता हूं। 外界注意到，全球制造业在疫情影响下普遍出现下降趋势，而印度工业生产却逆流而上，持续走高。其中，印度制造业的 PMI 指数平均高达56%，FDI 流量更是扩大到了493亿美元。莫迪发展经济，将制造业作为重要抓手。2014年上任伊始，莫迪就宣布印度制造战略，谋求通过一系列激励措施来推动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决心要把印度打造成全球性制造业大国。值得一提的是，莫迪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名为“在印度制造 ”（Make in India）。在英文中，这一战略的名字与印度制造 （Made in India） 只有时态的差别。但这一细微差别反映出，莫迪政府的重点并不仅仅是国内制造业和出口，而更多关注跨国企业面向印度的投资和生产。印度制造战略的标识是一只狮子的剪影。很多人习惯于把大象视作印度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却忽略了印度国徽上最醒目的动物其实是4只面向四方的狮子。莫迪政府或许是希望用这样的标识提醒世界，印度对于发展制造业也有自己的狮子心。为此，印度已经将许多政府服务数字化，并加快了铁路、机场、集装箱港口和发电设施的建设。2019年，莫迪开启他的第2个总理任期后，继而提出印度制造2.0，重点发展高级化学电池、机电产品、汽车、制药、电信网络、纺织产品和技术、食品制造、太阳能技术、白色家电等10大制造业。为了在制造业上赶超中美，莫迪政府在印度制造1.0阶段就颁布了一系列与生产挂钩的补贴政策。这些政策涵盖印度国内14个行业。仅5年，印度政府就支出了2.5万亿卢比，造成了财政赤字。除了在关税上给了制造业方便，印度政府还为汽车行业与电子行业推出了一项240亿美元的补贴计划。与此同时，莫迪政府也在国内鼓励印度民众支持国货，带动制造业的生产总值。可以说，印度为了实现制造业大国梦下足了血本。莫迪政府执政10年啊，就是我们来
看，这个印度经济还是取得了一定的发展。那么主要驱动力我们从2个方面来看，一个呢其实是印度经济的这种后发的优势，就是较少的经济改革措施就可以带来这个较快的发展。二一个就是相对有利的这种国际地缘经济形势，随着美国加快对中国的这种地缘经济围堵这种布局，印度呢是积极向美西方靠拢，那么印度也力争成为美西方对我这种脱钩断链的这种潜在的替代方，所以印度对外获取投资的机会是增多的。过去几十年来，印度制造业占 GDP 中的比重一直在15%左右徘徊。莫迪起初的目标是通过扶持激励措施，在2020年将印度制造业占 GDP 的比例提高至25%，新增1亿个制造业岗位，推动印度制造出口商品占世界贸易总额由 1.7% 升至 3.4%。但这一目标现在已2次推迟到2025年。印度制造业问题到底出在哪？外界注意到，2020年连任后还不足1年，莫迪政府匆匆推出了一项产业促进计划，主要内容是组装手机。根据政府的政策，全球智能手机品牌在印度设厂能够获得每种设备4%至6%的成本补贴奖励。对于半导体、显示器等电子元件制造企业，印度政府也提出了相关激励政策。基于这项计划，印度目前已经成为智能手机全球第2大制造国。美国苹果公司、韩国三星公司等主要智能手机品牌都在印度设厂。印度移动与电子产品协会预测，印度2023年智能手机出口额可能超过100亿美元。Google ने भी हाल ही में ये घोषणा की है कि वो अपने पिक्सल फोन्स भारत में बनाएगा। सैमसंग के Fold 5 और एप्पल के iPhone 15 पहले ही भारत में बनना शुरू हो गया है। आज हम सबको इस पर गर्व है कि पूरी दुनिया मेड इन इंडिया फोन्स का इस्तेमाल कर रही है。不过，观察指出，除了手机相关产业之外，诸如平板电脑、服务器等硬件制造却并没有如印度政府规划的那样快速增长。而且，印度智能手机制造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组装阶段，很多关键零部件仍需进口。这表明，印度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没有得到本质性的改变。印度评级机构首席经济学家苏尼尔·辛哈表示，经济真正的增值在于制造业，而不仅仅是产品组装，但我们距离这一目标还很远。但是，印度对成为全球芯片强国始终抱有野心，希望从封装技术不断发展，逐步实现半导体制造链的完整生态。近日有消息传出，莫迪政府要狂砸210亿美元激励外国和本土芯片制造商来印度建厂，意图在半导体竞赛中分一杯羹。其实，早在去年9月，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就刊发题为“莫迪希望印度成为芯片制造大国，他能做到吗”的文章。文章透露，印度政府称，为所有数码产品提供动力的微处理器芯片将很快在印度全面生产。这是一个听起来大胆又不太可能的目标。它充分说明，印度总理莫迪相信他能够推动印度进入先进技术制造的第一梯队。文章转而提醒，聚集在班加罗尔周边的印度传统技术公司是通过设计芯片，而不是制造芯片。真正的芯片制造完全是另一个挑战，因为印度并没有生产芯片的历史，事实上也没有生产芯片所需的高度专业化的工程师和设备。文章披露，印度矿业集团维丹塔公司希望启动印度首家半导体代工厂。该公司雇佣了全球芯片制造业界资深人士戴维·里德来牵头此事。李德曾在美国德州一级公司工作，他打算利用自己在联系紧密的芯片制造界的人脉，从东亚和欧洲的芯片厂吸引约300名外国专家来古吉拉特邦的托莱拉生活，从零开始建造一处综合设施。为此，他不得不向新员工提供他们目前工资的3倍薪水，同时将配备同等数量的印度员工。当前的这种国际芯片市场的这个竞争是白热化状态。高端芯片呢，一直是被美西方这个牢牢的把控。那么其他的后来者其实主要是建立在低端和中端芯片市场的这种竞争。那么印度能在多大程度上快速建立自己这种在中低端芯片市场的这种制造优势、成本优势，这个是存在
很多问题的。二一个就是这种机会成本。那么芯片领域的这种大规模投资啊，必然挤压这个莫迪政府对中低端制造业的这种投资。那么对于这个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讲，中低端制造业是吸纳这个就业的一个最主要的渠道。那么芯片投资要求高呢，就会直接挤压对中低端的投资。值得其巨头在印度的扩张进程也并不如想象般迅速，扩产计划遇到了各种绊脚石。良品率低，工作效率拖泥带水，此外还有不少劳资纠纷、供应链等方面的问题。更糟糕的是，印度常以莫须有罪名打压外企，许多耳熟能详的跨国巨头都难逃一劫。谷歌、亚马逊、诺基亚、三星均遭遇过数十亿美元的天价罚单。OPPO、vivo、小米等中国企业也曾在这片土地栽过跟头。有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7月27号，在印度注册的5079家跨国公司，已经有1777家跑路了。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则将印度列为全球最难做生意的国家之一。实际上，在保护主义大旗的笼罩下，外资在印度往往败兴而归，甚至被称为外企坟场。在印度，财阀和豪门企业通常在各自的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有足够的资源和影响力来影响政策制定和市场规则，并且这些财阀和豪门企业通常与印度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政策制定，以保护自己的利益。这种政策影响力可能会导致印度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偏向于保护本国企业，而不是公平对待所有的市场参与者。一则报道揭示，包括维丹塔集团、塔塔集团、阿达尼集团、金德尔集团、比尔拉集团和巴吉兰格集团在内的印度6大财阀，如今控制着印度25%的港口、45%的水泥生产、1/3的钢铁产业、近60%的电信用户和45%以上的煤炭进口。自2014年以来，印度私营公司的所有新投资提案有1/4来自6大财阀。印度的政治经济体系实际上是在维持这些财阀的稳定。如此种种，都进一步加剧了印度的经济民族主义。印度赚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在目前情况下，只要营商大环境不改善，印度和外资估计很难达成双赢。对于那些正在进入印度市场或者试图进入市场的企业来说呢，他们需要是适应印度这种糟糕的这种投资还有这种营商的环境。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呢，怎么样去应对政府部门各种无穷无尽的这种税务稽查呀，包括它这种合规的这种苛刻的要求等等，其实都是非常考验这些跨国企业的。我们其实也注意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说一些跨国企业也开始适应这个市场，尤其是比方说我们看到莫迪政府推出了这个生产挂钩激励计划，那么一些跨国公司呢，其实也是利用这个莫迪政府的一些激励措施，以印度本土政府本地的企业去合作，去套现这些补助。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属于印度经商环境对这个自己的一个反噬。目前，印度已经成为世界第5大经济体。印度总理莫迪在2023年8月15号的独立日演讲当中就承诺，未来5年印度 GDP 总量将升至全球第3，而且印度要在2047年的时候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娄先生有什么样的观察？我觉得呢，印度经济莫迪执政以来，应该说中间呢其实有所起伏，但是这几年呢，它整体呢表现得还可以。所以呢，为什么无论是他莫迪政府的一个底气也好，国际这个舆论，比较看好印度，说这个 India's moment 就印度时刻到来了。那么可能很大程度上，它是因为从一些指标上来反映的。但是您说它有基本性或者是根本性的这个改变，我觉得还是要打个问号。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莫迪的第1任期，那么他确确实实打着这个发展的旗号上台第1任期，那么他推动了一些改革。那么包括这个税收方面包括在这个废钞等等，但是大家可以看看，其实到第2任期以后，他是打着国家安全的牌上台的。那么他在经济方面，那么用我们的话说，改革进入深水区，那他并没有很好的推动一些改革，所以我觉得他整体上来讲呢，应该说是原来的一些发展，它积累到一定程度，加上现在可能是刚好它处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有利的一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为了让印度成为制造业大国，我们看到印度这个莫迪2014年上台以来相继推出了印度制造1.0和印度制造2.0。那么印度发展制造业，您怎么来解读它的这个思路？这个路子对吗？
我觉得印度发展制造业总体的一个方向和目标来讲，对于印度是必须的，应该也是对的。为什么？就是印度它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你不发展制造业，特别是不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话，那么实际上是你是很难来很好的解决这个就业问题。就业问题解决不了，那么所谓的人口红利就是成为人口负担。但是如果我们进行细的比较的话，比如我看了一下，那么莫迪他应该是第一任期提出了印度制造 1.0 版，第二任期提出了 2.0 版。那么其中有一个区别，我发现，第一呢，就是说他的第二任期说是叫印度制造 2.0 版，但他的行业只有15个呢是制造业领域，12个是服务业，所以他其实在有点避重就轻，他用印度制造帽子，其实把他原来的强项服务业。12个行业也纳在这里面了，对，这就其实是冲淡了它本身的一个印度制造它本身的一个这个出发点，有点注水了，因为它避重就轻，包括吸引外资，说是吸引到外资到这个里面，但其实很多又流向了服务业，这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呢，我也注意到，那么它虽然发展制造业，但是制造业有几种类型，是吧？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那么由于莫迪政府它本身的那么跟印度财团之间的这种非常密切的一个关系，那么它现在取得的制造业呢，它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资本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那么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呢，反而呢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但事实上，印度的这个营商环境却被很多国家所诟病，甚至被冠以外企坟场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名号啊。那印度要想成为要实现自己的目标，怎么来改善自己的营商环境？就说为什么会一波一波的这个外资企业在印度，不能说是团灭吧，但是基本上是经过都被这种大规模的这个打压过、绞杀过啊。就其实本质上，我觉得是分了印度当地的很多财团或者说印度当地势力的分了他们的蛋糕。莫迪跟他们的关系又很好，对。所以就是常常会，就是表面上看来，很多印度政府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理由啊，比如说对这一波的中资企业打压，就是所谓安全化的理由啊。但过去对其他企业的打击的理由有各种各样啊。但实际上深入到后面，你就发现还是它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没有彻底改革，所以带来的这种官商勾结啊，所以就给整个的外资到印度去，都会存在很大的生存和发展的障碍的。印度不但要成为制造业大国，而且要成为全球芯片强国。对这个呢，它也是抱有野心的。那要进入先进技术制造的第一梯队，希望逐步的实现半导体制造链的完整生态。那为此呢，莫迪也是投入了100亿美元啊，希望打造半导体之城。娄先生，您对印度要成为全球芯片强国有着怎样的预判？我觉得现在莫迪政府它确实非常重视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啊。这几年应该说出台了很多的一个政策，比如说把相关的一个行业纳入它的一个生产关联计划，它也有一些优势，比如说它的一个设计人才，从目前来看呢，它占全球20%的。但实际上来讲呢，我觉得它要真正的来发展半导体领域呢，应该现在有一些机遇，但是呢也有一些挑战。因为半导体它本身来讲，它对基础设施硬件它要求是很高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现在来讲，那么从整个的一个国际形势来看，那么美国虽然愿意去帮助印度去发展一定程度的半导体行业也好，但是美国它自己从国内的一个相关政策来讲，他们更多的是帮助印度发展一个中低端的一个半导体。所以这个跟印度它本身的预期有没有差别？我觉得也是有差别的。从2020年开始，印度对在印中企就采取了一系列不友好政策，包括不断加强对中国实体和公民的审查，令中企在印投资大幅下降。2023年以来，印度方面更是变本加厉，企图直接插手中国企业的经营，以中国企业拒绝将其供应链和生产活动开放给印度公司为由，强迫中国企业将制造业务外包给印度公司。那么，中企目前在印度的经营状况究竟如何？为何美媒直言印度制造既想摆脱中国，又离不开中国呢？一起来洞察关键。
据印度媒体此前报道，印度执法局曾经在首都新德里、哈里亚纳邦、旁遮普邦和古吉拉特邦等地的19个地点进行了突击搜查，以调查与中国人有关联的企业是否洗钱。实际上，这不是印度方面执法部门第一次这样对待中企了，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啊。那为什么印度企业对中国是这样一个态度？应该说近几年来，应该说它的政策还是比较明确的，打着各种旗号的歧视性的一个政策。我觉得核心可能就是叫一去两化吧。一去呢就是去中国，降低跟中国之间的这种产业的依赖。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中印之间的一个贸易，我们是顺差，印度是逆差。那么他觉得他对中国依赖过大了。所谓的两化呢，就是一个是国家安全化。原来我们讲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啊，对。但现在呢，从印度角度来讲，经贸关系成为实现他对华挑衅一个手段了，成为绊脚石了。他都以泛国家安全化的一个名义来打压中资企业。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本土化。印度外长苏杰生这2年写了不少文章，反思他觉得原来他印度过度拥抱全球化，最后导致了贸易逆差，导致了国内产业的空心化。所以他现在就是要把国内产业这个本土这一个做强。您怎么来看印度对中国企业这一步一步的做法？这是印度实际上是屡试不爽的一个策略。其实印度这个汽车制造业呢，在这个发展中的国家里头，其实还算可以的啊。他60年代把这个铃木这个引进来之后啊，他这个他采取的策略也是关门杀猪，让外资企业以优惠的条件进来了，把相应的产业链啊，把这个技术啊等等带进来啊，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印度就用各种方式把你排除出去。让你这个企业转化成这个所谓印度的企业，或者让你呢落荒而逃，最后印度来收拾它啊。大概一般都是采取这种思路啊。所以我们看得到很明显，这个手机行业这莫迪执政的10年，这个莫迪就是贯彻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政策，而且这个政策一定意义上说，从印度的角度来说，他会觉得他做得非常好啊，非常的高明啊。但从我们的观感，或者说从国际的观感来说，这个就觉得吃相很难看。过分的防范中国，是不是也不利于印度自身产业的发展？那当然是了。那么现在出现的一种问题就是，印度它一方面要替代中国去中国化，但另外一方面离不开中国。离不开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需要借助中国来发展自己。因为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手机领域。那么虽然他现在这个有所打压，他也自己很高兴，说我成为全球第2大这个手机生产国了。但是从数据上来讲，那么手机制造的只有15%的零部件，他自己能从国内采购，大部分零部件还是需要从中国采购。他现在重点发展的什么汽车呀、手机，还有那个医药啊等等，其实对华依赖，如果看中印之间的贸易的这个结构来讲的话，那么对华依赖还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它往往呢，可能我们就是它短期可能杀鸡取卵，但实际上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